第一课，你什么时候吃午饭？ Hi Anna，你什么时候吃午饭？下午12:30我去吃午饭。那是个好时机，那时我通常也会吃午饭。你通常在哪里吃午饭？我通常在办公室附近的自助餐厅吃饭。哦，我更喜欢在家里自带午餐。太棒了！你每天都做午饭吗？是的，我喜欢做饭，而且比一直外出吃饭更健康。我同意，我也应该开始自带午餐。值得一试，你也可以省钱。你说的对，外出就餐可能很昂贵。另外，你可以控制食材，并确保它是你喜欢的东西。我从来没想过，你通常在午餐时做什么？我喜欢做沙拉、三明治，有时还喜欢做晚餐的剩菜。听起来很好吃，也许我也试着做点三明治。它既简单又快捷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谢谢你的建议，安娜，我会试一试的。不客气，约翰，让我知道进展如何。我会的，再次感谢，安娜。没问题，吃一顿丰盛的午餐。你也是。第二课，你什么时候会打扫厨房？你好，安娜，你什么时候能打扫厨房？明天早上我会打扫厨房的。这是个好主意，距离上次清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是的，我一直在忙着工作，但确实需要好好清洁。我明白，清洁可能很耗时。当然，但是拥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厨房很重要。我同意，它使烹饪变得更加愉快。而且它也更卫生。没错，你有使用什么特殊的清洁产品吗？我通常使用多功能清洁剂和一些消毒湿巾。这听起来很方便，我也应该去买一些。它们使清洁过程变得更加容易。去商店的时候，我会记下来买一些。太棒了，你不会后悔的。你通常什么时候打扫厨房？我尽量每周清洁一次，通常是在星期天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行程序，我也应该建立一个。它有助于保持干净整洁的空间。我能想象，拥有一间干净的厨房一定感觉不错。确实如此，本周的开局令人耳目一新。我一定会试一试的，谢谢你的灵感，安娜。不客气，约翰，让我知道进展如何。我会的，再次感谢，安娜。没问题，快乐打扫卫生。你也一样。第三课，你会去拜访你的堂兄吗？你好，安娜，你会去拜访你的堂兄吗？是的，我打算下周末去看我堂兄。听起来不错。你堂兄离这里住多远？我堂兄住在开车大约2个小时路程的地方。那还不算太远。你会开车去那里吗？是的，我会开车的，这样更方便。
你有什么具体的访问计划吗？我们正计划去远足和野餐。这听起来像是有趣的一天。我喜欢徒步旅行。我也是，这是在户外度过时光的好方法。你会过夜还是当天回来？我会过夜，我们想充分利用我们在一起的时光。这是个好主意。有时候能从日常生活中休息一下，真是太好了。绝对是，与亲人共度时光很重要。我同意，与家人共度时光非常宝贵。你周末有什么计划吗？我还没决定，也许我会读点东西。这听起来很放松，有点安静的时光也很不错。绝对可以，它可以帮助我恢复活力。好吧，我希望你周末过得愉快，约翰。谢谢你，安娜，和你的堂兄一起享受你的拜访吧。我会的，保重，约翰。你也是，安娜，玩得开心。谢谢，再见。第4课，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网课？你好，安娜，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网课？我将在明天上午10点开始上网课。那是个好时机。这堂课要持续多久？课程将持续2个小时，直到中午。是现场直播还是预先录制？这将是带有视频会议的现场会议。这很方便，您可以与教师和其他学生互动。是的，有这个互动元素真是太好了。在线课程是针对什么科目的？这是一堂摄影课，我很高兴能学习新技术。这听起来很有趣。你需要任何特殊装备吗？不是真的，只有我的相机和稳定的互联网连接。会有作业或项目吗？是的，我们将有每周的作业和最终的项目。这听起来像是一门全面的课程，我相信你会学到很多东西。我希望如此，我一直想提高我的摄影技巧。那么，这个在线课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绝对是，它很方便，可以随时随地访问。你认识的其他同学会上同样的课吗？我还不确定，我会在第1节课中找出答案。与其他摄影爱好者建立联系真是太好了。是的，我也很期待。好吧，我祝你上网课好运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很感激。不客气，享受你的学习之旅。谢谢，约翰，小心。第5课，这个周末你会去烧烤吗？你好，安娜，这个周末你会去烧烤吗？是的，我打算在我的后院烧烤。这听起来很棒。烧烤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将在下午1点左右开始。太棒了！你会邀请朋友和家人吗？是的，我会邀请几个亲密的朋友和一些家庭成员。这听起来像是一次有趣的聚会。你要烧什么？
我们将烧汉堡、热狗和一些蔬菜。好极了，我喜欢美味的烤汉堡。我也是，这是经典的烧烤最爱。你会准备任何配菜或甜点吗？是的，我会做土豆沙拉和水果沙拉作为配菜。听起来很好吃，我等不及要品尝它们了。作为甜点，我会把烤菠萝和冰淇淋一起吃。这听起来像是烧烤的完美结局。我希望每个人都喜欢。我相信他们会的。你会玩游戏或活动吗？是的，我们会有一些户外比赛，比如羽毛球和沙洞。太棒了，它会让每个人都开心。而且我们也会播放一些音乐。听起来像是一个梦幻般的气氛，我很期待。我很高兴你很兴奋，这将是有趣的一天。谢谢你邀请我，安娜，我很感激。不客气，约翰，没有你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我会带点饮料来分享。你更喜欢什么特别的吗？喝点柠檬水或冰茶会很棒。已注意到，我两个都带来。星期六见。那见，约翰，等不及要烧烤了。第6课，你什么时候给家人打电话？你好，安娜，你什么时候给家人打电话？今晚晚饭后我会给家人打电话。那是个好时机。你多久给他们打一次电话？我尽量每周至少给他们打一次电话。太棒了，与家人保持联系很重要。绝对是，我想念他们，尤其是因为我们住得很远。我明白，距离可能使经常见面变得困难。是的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我们有技术可以保持联系。你和家人的电话通常会持续多长时间？时间各不相同，但通常在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。现在是赶上的好时机。是的，我们分享生活中发生的事情，并交流故事。你使用视频通话还是普通通话？我们主要使用视频通话，这样感觉更个性化。我同意，一边说话一边看到他们的脸，真是太好了。它使对话更有意义。你经常和家人讨论什么具体话题吗？我们谈论我们的日常活动、即将到来的计划，有时还有回忆。这听起来很可爱，家庭对话总是很特别的。他们确实如此。现在是建立联系和支持的时候了。我很高兴你努力与家人保持联系。谢谢你，约翰。家庭对我很重要。这对我也很重要，我也应该更频繁地给家人打电话。我相信他们会很感激的，约翰。你说的对，我会把它当作优先事项。谢谢你的提醒，安娜。不客气，约翰。家庭是值得的。第7课，你明天会去图书馆吗？你好，安娜，你明天会去图书馆吗？是的，我计划明天下午去图书馆。这是个好主意。你什么时候去？
完成一些差事之后，我可能会在下午3点左右去。你打算学习还是借书阅读？我会借一些书来闲暇时阅读。听起来不错。你有什么特定的流派吗？我喜欢神秘和历史小说，所以我会寻找这些类型的书。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我也喜欢历史小说。通过书籍深入了解不同的时间段，真是令人着迷。绝对可以。您对任何具体的作者感兴趣吗？我一直想读更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和肯·弗列特的书。他们都是优秀的作家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他们的作品。我希望如此。你有什么书籍推荐吗？如果你喜欢神秘，我推荐斯蒂格·拉尔森的《带龙纹身的女孩》。我听说过那个，我会把它添加到我的列表中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以前去过这个图书馆吗？不，这将是我的第一次。我听说过这方面的好消息。这是一个不错的图书馆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籍。很高兴知道，我很期待探索它。你是在那里学习，还是只是在找个舒适的地方读书？我可能会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来读书，享受一段安静的时光。听起来很完美。图书馆的气氛如此宁静。是的，这里是放松身心、阅读一本好书的好地方。好吧，我希望你在图书馆过得愉快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很感激。不客气，祝您阅读愉快。谢谢，约翰，小心。第8课，明天早上你会做什么？嗨，安娜，你明天早上会做什么？明天早上我有个医生的预约。一切都还好吗？只是例行检查。是的，这只是一次例行检查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很高兴听见。你会独自一人去吗？是的，我会自己去的，它就在附近，所以很方便。如果你需要任何陪伴或乘车，请告诉我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很感激你的提议。没问题，得到一些支持总是件好事。我同意，知道有人在乎，真是令人欣慰。医生预约后，你有什么计划？预约后，我可能会去办点差事。你需要处理什么具体的差事吗？我需要去买杂货，然后去银行停下来。听起来像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早晨。你的议程上还有什么吗？不是真的，下午我可能会放松一下，放松一下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计划。自我保健很重要。是的，花点时间陪伴自己很重要。你在业余时间喜欢做什么爱好或活动吗？我喜欢读书、散步和做园艺。这些都是放松身心的好方法。是的，它们可以帮助我恢复活力，清醒头脑。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或支持你吗？你的客气话语和友谊已经是很大的支持，约翰。谢谢你，安娜。无论何时你需要，
我都会在这里为你服务。我很感激，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好吧，我希望你的医生预约顺利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会告诉你进展如何。保重，安娜。祝你明天过得愉快、平静。你也是，约翰，也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9课，你什么时候吃早餐？嗨，安娜，你什么时候吃早餐？我通常每天早上8点左右吃早餐。现在是开始新一天的好时机。你平时吃什么？我喜欢吃一碗麦片和一些新鲜水果。这听起来既健康又令人耳目一新。你喜欢什么特别的麦片吗？我喜欢燕麦片或麸皮片等全麦麦片。你的麦片有浇头或添加物吗？我通常会加一些切成薄片的香蕉或浆果来增加风味。这是增强味道的好方法。你用它喝什么吗？我通常喝一杯咖啡或一杯橙汁。不错的选择。我自己更像个喝茶的人。茶也很棒，这是开始新的一天的一种舒缓方式。你是单独吃早餐，还是和别人一起吃早餐？我通常在工作日独自吃早餐。在周末或特殊场合怎么样？周末，我有时会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吃早餐。早餐聚会可能是与亲人建立联系的好方法。是的，现在是赶上并享受彼此陪伴的好时机。你有最喜欢的早餐点或餐厅吗？不是真的，大多数时候我更喜欢在家吃早餐。自制早餐是最好的，您可以对它们进行个性化设置。确实如此，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早餐。好吧，我希望你明天能吃一顿美味又充满活力的早餐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也希望你也一样。谢谢，安娜。祝你未来一天愉快。你也是，约翰，小心。第10课，上班前你会洗个澡吗？你好，安娜。去上班之前你会洗个澡吗？是的，我总是在早上出门前洗个澡。这是让人精神焕发，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的好方法。绝对可以，它可以帮助我醒来，感觉更加警觉。你有特定的淋浴习惯或使用的产品吗？我喜欢使用保湿沐浴露和温和的洗发水。照顾好皮肤和头发很重要。是的，保持良好的卫生和自我保健很重要。你平时洗澡能持续多久？我的淋浴通常持续大约10到15分钟。这是一段不错的时间，高效而有效。我也尽量注意节约用水。太棒了，每一个小小的努力都很重要。谢谢。上班前你有特定的早间例行活动吗？是的，我喜欢快速吃一顿早餐，然后做一些伸展运动。从早餐和运动开始，新的一天是个好主意。它可以帮助我感到精力充沛和专注。我同意，为当天定下积极的基调很重要。
早上的例行活动有什么具体的挑战或好处吗？挑战有时是感觉匆忙，但好处是做好了准备。这是有道理的，做好准备为这一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没错，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，步入正轨。好吧，我希望你洗个澡清爽，在工作中度过一个富有成效的一天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也希望你也一样。谢谢，安娜。让我们度过美好的一天吧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小心。第11课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？你好，安娜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？我通常每天早上9点开始工作。现在是开始工作的好时机。你的工作时间表有多长？我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工作，所以每天工作8小时。当你开始工作时，你有特定的例行程序或任务吗？是的，我通常会查看我的电子邮件，并确定当天任务的优先顺序。这是组织起来并为当天设定目标的好方法。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专注和工作效率。你在开始工作时会遇到什么特别的挑战吗？有时很难从个人时间切换到工作模式。我能理解，找到平衡点很重要。是的，找到这种过渡有时可能有点困难。你有什么策略或技巧来克服这个挑战吗？我发现早上有例行活动并设定明确的界限会有所帮助。这很聪明，创建专用工作区也可以有所作为。绝对可以，拥有指定的工作空间可以帮助我进入工作模式。你今天有什么特别期待的任务或项目吗？我正在和我的团队开会讨论一个新项目，所以这很令人兴奋。这听起来很有趣，协作和团队合作可以带来回报。绝对是，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总是很棒的。好吧，我希望你在工作中度过一个富有成效和成功的一天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也希望你也一样。谢谢，安娜。让我们充分利用未来的一天吧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保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2课，你会在家吃午饭吗？嗨，安娜，你能在家吃午饭吗？不，我今天要去餐厅吃午饭。哦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改变。你打算去哪家餐厅？我正在考虑试试市中心的新意大利餐厅。意大利菜听起来很好吃，你心里有最喜欢的菜吗？我倾向于尝试他们的意大利面，也许还有海鲜的东西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海鲜意大利面可能真的很好吃。我希望如此。我听说过关于他们食物的好消息。有人和你一起吃午饭，还是你会独自一人去？我将和几个下班的同事一起去。太棒了，和同事共进午餐总是很有趣。是的，这是在办公室外建立联系的好机会。在重返工作岗位之前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吃午饭吗？我们已经计划了更长的午休时间，所以应该有足够的时间。很高兴听见。休息一下，恢复精力很重要。
绝对可以，它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健康状况。你有什么饮食限制或偏好需要考虑吗？我没有任何限制，但我更喜欢更轻、更健康的选择。That's a good approach. It's important to listen to your body's needs. 是的，在食物方面，我会尽量做出谨慎的选择。好吧，我希望你能在餐厅吃一顿美味的午餐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很期待。尽情享用美食，与同事共度美好时光。谢谢，约翰，我很感激。祝你下午愉快。你也是，安娜，小心。第13课，你什么时候能完成工作？你好，安娜，你什么时候能完成工作？我通常每天下午5点左右完成工作。那是工作日结束的典型时间，这是固定的时间表吗？是的，除非有任何紧急任务，否则这对我来说是标准日程安排。你今天有什么具体的任务或截止日期要完成吗？我有几个截止日期要遵守，但我应该能够按时完成。很高兴听见，有效管理时间很重要。绝对可以，时间管理对于提高工作效率至关重要。在总结工作时，你会面临什么特别的挑战吗？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任务，这可能会导致延迟。我明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灵活性很重要。的确，适应性有助于处理意外情况。下班后，你有什么策略或仪式可以放松一下吗？我喜欢散步或做一些轻微的伸展运动来放松身心。这是从工作过渡到个人时间的好方法。它可以帮助我清醒头脑，转移注意力。下班后，你喜欢什么活动或爱好吗？我喜欢读书、听音乐，也喜欢和亲人共度时光。这些都是放松身心、恢复精力的绝佳方式。是的，它们可以帮助我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找到平衡。好吧，我希望你在工作中度过一个富有成效和充实的一天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也希望你也一样。谢谢，安娜。让我们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，享受美好的一天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保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4课，下班后你会做什么？你好，安娜。下班后你会做什么？我打算去健身房锻炼身体。这是保持活跃和健康的好方法。你通常做什么练习？我喜欢将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相结合。这是一个全面的日常锻炼。你通常在健身房待多长时间？我通常在健身房待大约1个小时，包括热身和冷却。这是锻炼的好时机。你有什么具体的健身目标吗？我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我的整体体能和力量。这是一个值得努力实现的伟大目标。一致性是关键。是的，在运动中保持一致可以帮助我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取得的进展。锻炼结束后，你有晚上的计划或活动吗？我打算在家里度过一个轻松的夜晚，也许是看电影或读一本书。
这听起来像是放松身心和享受私人时光的好方法。是的，花点时间陪伴自己并恢复精力很重要。你有最喜欢的书籍或电影类型或作者吗？我喜欢各种流派，但我目前喜欢神秘小说。神秘小说可能很有趣，该类型中最喜欢的作家吗？我目前正在读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一本书，我发现她的写作很迷人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是神秘题材的著名作家，祝您阅读愉快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很期待。那你呢？下班后有什么计划吗？晚上晚些时候我会去上吉他课，我一直在学习玩游戏。太棒了，演奏乐器是一种很棒的爱好。你的进度怎么样？我还是一个初学者，但我很享受学习过程并定期练习。这就是精神，实践造就完美。享受你的吉他课。谢谢，安娜。我会的。让我们充分利用下班后的活动，度过一个充实的夜晚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保重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第15课，今晚你会做晚饭吗？嗨，安娜，你今晚会做晚饭吗？不，我正在考虑改为点外卖。这是一个方便的选择。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？今晚我很想吃点中国菜。中国菜听起来很好吃，你有最喜欢的菜吗？我真的很喜欢糖醋鸡配炒饭。这是一个经典的选择，它总是令人愉悦的。是的，它是口味和质地的美味组合。你有中式外卖的首选餐厅吗？我有一家最喜欢的当地餐厅，它能做很棒的中餐。很高兴知道，当地最受欢迎的食物通常具有正宗的风味。是的，他们的菜总是美味可口，令人满意。你通常有特定的配菜或开胃菜搭配中式外卖吗？我喜欢点一些春卷或饺子作为开胃菜。春卷和饺子一直是受欢迎的选择。它们很好吃，也非常适合与他人分享。你打算在家里吃一顿舒适的晚餐，还是邀请朋友过来？今晚我将在家里吃一顿舒适的晚餐，只是放松一下。听起来不错，拥有一段美好的独处时光很重要。是的，它可以帮助我在漫长的一天后放松身心，恢复精力。好吧，我希望你喜欢你的中式外卖晚餐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很期待。祝你好胃口，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。谢谢，约翰，你也是。小心点，享受你的夜晚。谢谢你，安娜，也要小心。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。第16课，你会看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吗？你好，安娜，你什么时候能看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？我通常在晚上晚饭后看。这是放松身心、享受娱乐的好时机。这是什么节目？这是一部我关注了一段时间的犯罪剧集。犯罪剧可能很有趣，你还有其他最喜欢的类型吗？
我也喜欢喜剧和科幻节目，享受轻松的娱乐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流派组合，电视偏好各不相同，这是件好事。绝对可以，它让事情变得有趣，并提供不同的心情。你是单独看自己喜欢的节目，还是和别人一起看？我通常一个人看，但有时我会和室友或朋友一起看。与他人一起观看可能很有趣，尤其是在讨论和分享反应时。是的，它为观看体验增添了社交元素。一周中是否有特定的日期发布新剧集？是的，每周三都有新剧集上映，所以我一定要看。太棒了，每周都有特定的日子值得期待。边看边有零食吗？我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爆米花或一些薯条作为零食。爆米花和薯条是经典选择，它们配得很好，演出不错。绝对可以，这是增强观看体验的好方法。好吧，我希望你能玩得开心，看你最喜欢的节目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为此感到兴奋。你目前喜欢什么节目或电影吗？我最近一直在看一部科幻系列，太迷人了。科幻节目可能令人着迷，也请尽情享受您的观看吧。谢谢，安娜，让我们既欣赏我们最喜欢的节目，又能度过美好的时光。绝对可以，约翰，小心点，享受你的夜晚。你也是，安娜，小心点，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。第17课，睡觉前你会读一本书吗？你好，安娜，你会在睡觉前读一本书吗？是的，我喜欢在睡觉前读书。睡前读书可能是放松身心的好方法。你目前在读什么书？我正在读一本由著名作家写的神秘小说。神秘小说可能非常引人入胜，是什么吸引你喜欢这种类型？我喜欢悬念，也喜欢和角色一起解开谜题。这是神秘故事中一个令人兴奋的方面。你还有其他最喜欢的类型吗？我也喜欢历史小说和自助书籍，以促进个人成长。历史小说可以将你带到不同的时期。有最喜欢的作者吗？我有几位最喜欢的作者，但是发现新的作者也总是很有趣。当然，探索新作者可以带来令人兴奋的阅读体验。是的，它使阅读之旅保持新鲜和有趣。你通常在睡觉前读多长时间？在关灯之前，我试着读大约30分钟到1个小时。这是让自己沉浸在书中的好时机。有什么特定的阅读习惯吗？我喜欢给自己泡一杯凉茶，然后找个舒适的地方读书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舒适而轻松的例行活动，它为阅读营造了良好的氛围。是的，它有助于营造一种有利于阅读书籍的平静氛围。你有没有发现睡觉前读书可以改善你的睡眠质量？是的，它可以帮助我在睡觉前放松身心，清醒头脑，从而获得更好的休息。太棒了！阅读可能是从一天开始放松身心的好方法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和平的活动，可以让我逃到不同的世界。好吧，
我希望你在睡觉前有一个愉快的阅读环节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很期待。还有其他适合你的晚间活动吗？睡觉前我会听一些轻松的音乐，它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。这听起来很舒服，尽情享受你的音乐节目，约翰。谢谢，安娜，让我们俩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，为明天充电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小心，睡个好觉。你也是，安娜，小心点，睡个好觉。第18课，你会把闹钟设置在什么时候？你好，安娜，你会把闹钟设置在什么时候？我通常把闹钟定在每天早上7点。那是醒来的合理时间。你有选择早上7点的具体原因吗？是的，它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，享受轻松的早晨例行活动。早上保持轻松的例行活动，可以为一天余下的时间定下积极的基调。绝对可以，它可以帮助我以平静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。你觉得早上7点醒来很容易还是用任何技巧起床？我通常会设置多个闹钟，然后把闹钟放在房间对面，强迫自己起床。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，它有助于确保您不会重复按下 snooze 按钮。是的，它可以让我起床，帮助我避免睡得过头。醒来开始新的一天后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我喜欢喝一杯水来补充水分，让自己焕然一新。早上补水是一种健康的习惯。你有早上锻炼的习惯吗？我尝试做一些轻微的伸展运动或瑜伽来唤醒我的身体并恢复活力。伸展运动和瑜伽是以轻柔的动作开始新的一天的好方法。是的，它们让我感觉更加清醒，为未来的一天做好准备。早上例行活动结束后，你是在家里吃早餐还是外出吃早餐？我通常在家吃早餐，这是让新的一天有一个平静的开端的好方法。在家里享用一顿宁静的早餐，可能是享受早晨的好方法。绝对可以，它使我能够品尝我的食物，并有意识地开始新的一天。好吧，我希望你有一个清爽而富有成效的早晨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也希望你也一样。你早上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？为了锻炼身体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我要去早上慢跑。这听起来令人振奋，尽情享受你的慢跑吧，约翰。谢谢，安娜。让我们充分利用早晨，度过美好的一天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保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你也是，安娜。小心点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9课，你会在早上查看电子邮件吗？你好，安娜。你会在早上查看你的电子邮件吗？是的，我养成了早上第一件事先查看电子邮件的习惯。早上查看电子邮件可以帮助您保持井井有条。这样做有什么具体原因吗？它使我能够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，并及时回复任何紧急消息。这是一种实用的方法。您是否有特定的时间来查看电子邮件？我通常会将早上例行的前30分钟用于查看和回复电子邮件。这是分配给电子邮件管理的好时限。有什么能有效管理电子邮件的小贴士吗？
我尝试将电子邮件分类到文件夹中，并根据优先级进行收件处理。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。将电子邮件整理到文件夹中是简化流程的好方法。还有其他策略吗？我还会取消订阅不必要的邮件列表，以保持收件箱整洁。取消订阅不需要的邮件列表，绝对可以帮助整理收件箱，明智之举。谢谢你，约翰。这只是一小步，但在保持收件箱整洁方面却有所不同。绝对可以，整洁的收件箱可以减轻压力并提高工作效率。有什么最喜欢的电子邮件生产力工具吗？我使用电子邮件过滤器和标签来自动对收到的邮件进行分类和整理。使用过滤器和标签是管理电子邮件的有效方法，它可以节省时间并使事情井井有条。是的，它可以帮助我快速找到特定的电子邮件，并将所有内容都保留在原处。你是立即回复电子邮件，还是留出特定的回复时间？我尝试立即回复紧急电子邮件，对于其他电子邮件，我预留了特定的回复时间。这是确保及时响应的好方法，它有助于保持沟通效率。谢谢你，约翰。它可以帮助我在保持响应能力的同时，还能专注于其他任务之间取得平衡。好吧，我希望你早上能有一个富有成效的电子邮件绘画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也祝你一样。你还有其他的早间例行活动吗？我花点时间进行冥想和反思，以清醒的头脑开始新的一天。这是培养正念并为当天定下积极基调的好方法。绝对可以，安娜，让我们俩度过一个富有成效和专注力的早晨。的确，约翰，保重，祝你有成功的一天。你也是，安娜，保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20课，你通常什么时候给朋友打电话？嗨，安娜，你通常什么时候给朋友打电话？我通常在下班后的晚上或周末给朋友打电话。现在是赶上来聊一聊的好时机。你多久打电话一次？我尽量每周至少给朋友打电话1-2次，以保持联系。与朋友保持联系很重要。你有首选的日子打电话吗？我没有特定的日子，但我通常会选择我们俩都有空的日子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找个适合你们俩的时间很重要。有什么特别的打电话原因吗？有时我们只是聊一聊我们的一天，或者分享任何有趣的新闻或更新。进行随意的交谈，并随时了解彼此的生活真是太好了。还有其他沟通方式吗？我们还会在1周内互相发短信，以保持联系并快速交换消息。发短信便于快速沟通。你有亲自见面的计划吗？是的，我们计划在下个月见面喝咖啡和补课。这听起来很愉快。面对面会增加不同的联系级别。你们一起喜欢什么特别的活动吗？我们喜欢散步，尝试新餐厅，一起看电影。这些活动很有趣，可以和朋友分享。听起来你有很好的纽带。您的通话通常持续多长时间？
我们的通话通常持续大约30分钟到1个小时，具体取决于我们要谈论的内容。这是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好时机。你讨论了什么特别的话题吗？我们谈论的话题范围很广，从我们的个人生活到时事和共同的兴趣。能进行多样化的对话，让事情变得有趣，真是太好了。好吧，我希望你能玩得开心，赶上你的朋友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很期待。有与朋友联系的计划吗？这个周末，我计划和朋友们一起举办虚拟游戏之夜，应该很有趣。这听起来像是建立联系并度过美好时光的好方法。尽情享受你的游戏之夜，约翰。谢谢，安娜。让我们既珍惜友谊，又要保持联系。祝你度过美好时光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保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你也是，安娜。保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